很多花友家里的阳台往往是花盆摆了一大堆，肥也没少施，水也没少浇，可这花就是不开，或者稀稀拉拉开那几朵，看着都觉得寒碜。特别是到了花期，看着别人家的花开得像花海一样，自己家的却像是在装蒜，光长叶子不见花，心里那个急啊。这时候很多人就跑去花市买各种昂贵的催花肥，什么进口的特效药，钱花了不少，效果却不一定好，甚至因为用量没控制好，反而把花给烧死了。其实啊，真正懂行的老花匠从来不迷信那些包装精美的化学药剂，他们手里都有那么几个不外传的土方子，成本低得吓人，效果却好得惊人。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方法，就是花卉圈子里流传了很多年的绝活，主角就是我们厨房里最常见的大蒜。但是光用大蒜水还不够，必须加上这一样东西，才能让催花效果翻倍，花苞多到数不清。这一招叫做双管齐下，既防病又催花。这看似不起眼的大蒜，在养花人的眼里，那可是个宝贝。我们都知道大蒜有很浓的辛辣味，这种味道主要来源是大蒜素。这大蒜素对于人来说是杀菌消炎的好东西，对于花草来说，那简直就是天然的保护神。很多花养不好，根源都在土里，土壤里有了细菌、真菌，或者长了线虫，花草的根系就会受损。根是植物的嘴巴，嘴巴烂了，你喂再多的红烧肉，它也吃不进去。所以很多时候你施肥没用，不是肥不好，是植物的根系出了问题，根本吸收不了。而大蒜水浇灌下去，首先起到的作用就是广谱杀菌，把土壤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病菌、虫卵先清理一遍，给根系创造一个干净卫生的生长环境。但是光靠大蒜水，只能说是帮植物治了病，想要它疯长爆花，还得给它补劲。这时候就需要我们今天的主角之二闪亮登场了，那就是家家户户可能都有，或者楼下便利店随手就能买到的啤酒。很多人听到啤酒养花，第一反应是觉得我在开玩笑，或者是觉得太奢侈。其实不然，啤酒在园艺界被称为液体面包，这可不是浪得虚名的。啤酒是用粮食酿造的，里面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、糖分、氨基酸以及磷酸盐等营养物质。这些成分对于植物来说，就是最容易吸收的顶级补品。大家都知道，植物生长需要光合作用，而二氧化碳就是光合作用的原料。给植物喝点啤酒，等于是在给它开小灶，加速它的新陈代谢。更重要的是，啤酒里含有的那些氨基酸和微量元素，能够直接被植物的叶片和根系吸收，迅速转化为生长的动力。特别是对于那些像君子兰、绿萝、龟背竹这类观叶植物，或者是茶花、茉莉、杜鹃这类喜酸性的花卉，啤酒简直就是灵丹妙药。它不仅能提供营养，还能调节土壤的酸碱度，防止土壤板结。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，土壤很容易盐碱化或者板结，根系们在里面透不过气，用了啤酒水之后，土壤会变得疏松透气，根系能自由呼吸，这花想不长好都难。那么大蒜和啤酒这两样东西究竟该怎么结合，才能发挥出这传说中的神奇效果呢？这里面的门道可多了，不是简单的把啤酒倒进大蒜水里就完事了。比例、发酵时间、使用频率，每一个环节都决定了最终的效果。如果你操作不当，浓的大蒜水会烧伤根系，没跑气的啤酒会招来小黑飞，到时候花没养好，家里倒是成了虫子的乐园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所以接下来的内容，请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听仔细了，每一个细节都是老花匠们用无数盆花的教训换来的经验。首先，我们来说说大蒜水的正确制作方法。很多人做大蒜水，就是把蒜瓣丢水里泡一泡，那根本没用，大蒜素根本出不来。正确的方法是要选取紫皮大蒜，因为紫皮大蒜的辛辣味更足，大蒜素含量更高，杀菌驱虫的效果也就越好。取3到5瓣大蒜，先别急着剥皮，用刀背把它拍扁。这一步很关键，拍扁的过程能破坏大蒜的细胞壁，让里面的汁液更容易流出来。拍扁之后再剥去蒜皮，然后放入捣蒜器里，用力捣碎，捣成蒜泥。注意，是越碎越好，变成糊状那是最佳。
这时候你会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，这就对了，这股味道就是病菌和害虫的克星。接下来找一个干净的塑料瓶，把捣好的蒜泥放进去，加入大概500毫升的清水。这个水的温度也有讲究，千万不能用热水，热水会把大蒜素烫坏，失去活性，要用凉白开或者放置了1-2天的自来水。加好水后，盖上盖子，用力的摇晃，让蒜泥和水充分混合。这时候还不能马上用，要把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，静置24小时。为什么要静置呢？因为大蒜素需要一个释放的过程，而且刚捣碎的大蒜比较烈，直接用容易伤根，经过1天的浸泡，药性会变得温和而持久。等着大蒜水泡好了，我们再来处理啤酒。啤酒也不能直接开盖就倒进去，那也是大忌。刚打开的啤酒里面含有高浓度的酒精，酒精对于植物的根系是有腐蚀作用的，直接浇下去，根系分分钟烂给你看。所以啤酒必须先开盖，敞开放在那里，让它跑气。这个过程至少需要半天时间，目的就是让里面的酒精挥发掉，只留下对植物有益的营养物质。如果你比较急，也可以把啤酒倒在敞口的碗里，放在阳光下晒一晒，这样酒精挥发得更快。当大蒜水泡够了24小时，啤酒也跑完了气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调制这碗神奇的催花汤了。找一个大的容器，先用纱布或者细密的滤网把大蒜水过滤一下。这一步千万不能省，如果你不过滤，那些蒜泥渣子倒进花盆里，会在土面上发酵生虫，而且会发出难闻的臭味。过滤出来的清液就是我们要的大蒜原液。接着按照1:1的比例加入处理好的啤酒，比如说你过滤出了500毫升的大蒜水，那就加入500毫升的啤酒。混合均匀后，你会闻到一股带着蒜香和麦芽香的怪味，别嫌弃，这可是植物的饕餮盛宴。但这还没完，这个混合液是高浓度的母液，绝对不能直接浇花，必须进行2次稀释。稀释的倍数根据不同的用途而定。如果你是用来灌根，也就是浇在土里，促进根系生长和开花的，那么建议按照1:50的比例兑水，也就是说1份混合液加50份的清水。搅拌均匀后，直接浇灌在花盆的边缘，注意不要浇在根颈部，要沿着盆边慢慢浇，让水分自然渗透到根系周围。这样的浓度既安全，又能保证营养的供给。一般情况下，生长期的花卉半个月浇1次就足够了。你会发现，原本将苗不长、叶子发黄的植物，浇个2-3次，叶子就会变得油绿发亮，新芽蹭蹭的往外冒。如果你是用来喷叶子，也就是作为叶面肥来使用，那么稀释的倍数就要更高一些，建议1:80或者1:100。因为叶片的吸收能力虽然快，但是耐受力不如根系，浓度太高容易把叶片烧出斑点。把稀释好的溶液装进喷壶里，对着叶片的正反面均匀喷洒。这里有个小窍门，喷叶子的时候重点要喷叶片的背面，因为植物叶片的气孔大多分布在背面，喷在背面吸收效率至少提高1倍。喷雾要细，不要喷到水珠往下滴流，只要叶片湿润就可以了。这种叶面肥不仅能催花，还能有效的预防蚜虫、红蜘蛛等害虫。因为害虫非常讨厌大蒜的味道，一旦闻到这个味道，它们就会逃之夭夭。当然，除了催花，这个配方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隐形功能，那就是改善土壤环境。我们很多人养花，养着养着土就板结了，硬得像石头一样，浇水都浇不进去。这其实是因为长期使用自来水浇花，或者用了过多的化肥，导致土壤里的腐殖质被破坏了。而啤酒中含有大量的2氧化碳气体，浇到土里后，随着气体的释放，可以起到疏松土壤的作用。同时，啤酒和红糖一样，都是良好的微生物培养基，能够促进土壤中有益菌的繁殖。大蒜水杀灭了有害菌，啤酒喂饱了有益菌，这一杀一补，土壤的微生态平衡就建立起来了。除了啤酒，大蒜还有一个能够让铁树都开花的黄金搭档。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厨房里必定会有的调味品，米醋。很多花友可能会觉得奇怪，这醋不是酸的吗？
倒进花盆里会不会把花给酸死？其实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我们要知道，大部分的观花植物，特别是像栀子花、茉莉花、杜鹃花、茶花这些南方花卉，它们天生就是喜酸性的。但是我们很多家庭养花用的都是自来水，自来水经过消毒处理，往往是呈弱碱性的，再加上北方地区的土壤本身就偏碱，时间一长，盆土就会盐碱化，板结得像块石头。在这种碱性环境下，土壤里的铁元素就会被固定住，变成一种植物根系无法吸收的状态。所以你就会发现，家里的花养着养着，新长出来的叶子就开始发黄，叶脉是绿的，叶肉却是黄的，这就是典型的缺铁性黄叶病。而米醋就是解开这个死结的钥匙。米醋中含有丰富的醋酸，它能够中和土壤的碱性，调节土壤的酸碱度，让土壤重新回到微酸性的健康状态。更神奇的是，醋酸还能把土壤里那些被固定的铁元素给溶解出来，变成植物能够吸收的亚铁离子。这时候，如果我们把大蒜水和米醋结合起来，大蒜水负责杀菌消毒，保护根系不被病菌侵袭，米醋负责调节酸碱，释放营养，这两者强强联手，效果绝对不是1+1等于2那么简单，而是呈几何级数的增长。这就好比是给植物请了一位高级营养师，既调理了肠胃，又补充了关键的微量元素。那么这个大蒜米醋水具体应该怎么配置呢？这里面的比例更加讲究，因为醋的酸度如果控制不好，很容易烧伤根系。老花匠的经验配方是这样子的，我们还是用之前做好的大蒜原液，也就是那个捣碎了泡了24小时的大蒜水，取出一份。然后我们要准备不含盐的米醋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，请大家一定要拿个小本本记下来。市面上很多醋是含有食用盐的，也就是氯化钠，盐分对于植物来说那就是剧毒，浇下去花必死无疑。所以买醋的时候一定要翻过来看配料表，必须是无盐的酿造米醋。准备好米醋后，我们用一个小勺子，大概5毫升的量，兑入500毫升的清水中，先做成稀释的醋水，然后再把这份醋水和大蒜原液按照1:1的比例混合。这个浓度是经过无数次实验总结出来的黄金比例，既安全又高效。有了这碗黄金水，接下来我就针对大家家里最常养，也最容易出问题的几种花，给出1对1的催花和急救方案。首先，第1号选手就是让人又爱又恨的栀子花。栀子花开花香气袭人，但是太难伺候了，动不动就黄叶掉苞。如果你家里的栀子花出现了这种情况，别急着扔，你就用我刚才说的这个大蒜米醋水，每隔10天给它灌一次根。灌根的时候一定要浇透，让水从花盆底部流出来，这样可以顺便把土壤里积累的盐分给冲洗掉。同时用稀释1000倍的米醋水，也就是1滴醋兑1斤水，每天早晚给叶片喷雾。大蒜水杀灭了土里的线虫和细菌，米醋补充了铁元素，调节了酸碱度。你会发现不到半个月，那些发黄的叶子就会慢慢转绿，光合作用强了，花苞自然就会像爆米花一样，一茬接一茬的冒出来。第2号选手是被称为花中君子的兰花。养兰花的人都知道，兰花的根是肉质根，最怕积水和病菌，一旦烂根就是灭顶之灾。对于兰花，我们不能像对待栀子花那样大水漫灌，我们要用大蒜水和米醋混合后，再兑水稀释200倍，用一块干净的软布蘸着这个溶液，轻轻地擦拭兰花的叶片，这叫给兰花洗脸。大蒜的气味可以驱赶介壳虫和红蜘蛛，米醋能给叶片补充营养。经常这样擦拭，兰花的叶片会变得挺拔有力，颜色深绿，而且非常有光泽，就像打了蜡一样。这叫龙抬头，叶片精神了，地下的假磷晶才会饱满，抽出来的花剑才会粗壮，开出来的花香味也会更纯正。第3号选手是现在年轻人最喜欢的多肉植物。多肉植物最怕的就是黑腐病和化水，特别是在闷热的夏天或者是梅雨季节，真菌感染是主要原因。这时候大蒜水的杀菌功能就派上大用场了。我们不需要加米醋，直接用大蒜水稀释50倍，
沿着花盆边缘少量的浇一圈，或者在多肉植物换盆修根的时候，把根系在大蒜水里浸泡10分钟，晾干后再上盆。这就相当于给多肉做了一次全身的消毒杀菌，能大大降低黑腐病的发生率。如果你发现多肉叶片上有黑斑或者是被虫咬的痕迹，可以用棉签蘸着大蒜水直接涂抹在患处，每天涂1次，连续3天，病斑就会停止扩散，伤口也会很快愈合。第4号选手就是咱们开头提到的铁树，或者是那种几年都不开花的老桩盆景。这种植物皮糙肉厚，但是一旦将苗，那是怎么弄都不长。对于这种顽固分子，我们就要下猛药。除了大蒜和米醋，我们还可以往这个混合液里再加一样东西，那就是生锈的铁钉。找几颗生锈的铁钉，扔进大蒜米醋水里泡上几天，让铁锈在酸性环境下溶解，变成红褐色的溶液。这碗水那就是补铁的终极杀手锏。用这个水给铁树灌根，1个月1次，能把沉睡的根系彻底唤醒。我曾经见过一棵10几年没动静的铁树，用了这个方法1年，居然奇迹般的开出了花，足以证明这个配方的强大肥力。当然，在使用这些土方子的过程中，还有一些细节和禁忌是必须要注意的，这也是新手和老手的分水岭。首先就是心态问题，养花是慢工出细活，大蒜水也好，啤酒水也好，它们不是神仙水，植物的吸收和转化是需要时间的，通常需要连续使用2到3次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。所以千万不要心急，不要今天浇这个，明天浇那个，最后把花给折腾死了。其次就是关于气味的问题，大蒜水确实有一股味道，如果在室内养花，特别是通风不好的环境，这股味道可能会让人觉得不舒服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也很简单，我们可以在制作大蒜水的时候，往里面加入几块橘子皮或者是柠檬皮和蒜泥一起浸泡。橘子皮里的精油不仅能掩盖大蒜的臭味，散发出清新的果香，而且橘子皮本身也是微酸性的，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， 对于植物生长也是大有裨益的。还有一个很多花友容易犯的错误，就是肥害后的急救。有时候我们手一抖，化肥施多了，或者是用了没有发酵好的生肥，导致花卉出现了烧根的现象，叶子边缘像火烧一样焦枯。这时候千万不要再用任何肥料了，包括啤酒水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大水冲洗盆土，把多余的肥料冲走，然后把花盆搬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缓苗1周。这1周里只可以用极淡的大蒜水喷洒叶片，利用大蒜素的杀菌消炎作用，帮助植物抵抗因为根系受损而引发的病害。这就好比一个人生病了，身体很虚弱，这时候不能给他吃大鱼大肉，只能喝点稀粥，慢慢调理。除了大蒜、啤酒和米醋，其实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被忽略的养花宝贝，比如炸油条剩下的废油，那是昙花和金子兰的最爱，1年滴几滴叶子绿的滴油。比如中药渣，发酵后是绝佳的底肥。老花匠之所以能把花养好，不是因为他们买了多贵的药，而是因为他们懂得顺应天时地利，懂得观察植物的语言。花草是不会说话的，但是他们会通过叶子的颜色、形态、光泽来告诉你它们缺什么，想要什么。